三件大事同时发生，事关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做了哪些准备？伊朗方面又为何发生事故？近段时间，国际局势并不太平，从美国突然宣布阿富汗撤军，到英俄黑海冲突，再到中美矛盾恶化、美伊关系的新互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和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每天都有着大事发生。第一个事件，乌克兰军机入侵白俄罗斯。据俄塔社报道，白俄罗斯12月4号指控乌克兰米8武装直升机穿越白俄罗斯边境，深入到白俄罗斯境内1000米活动。白俄罗斯边防部队记录了此事儿。近日，乌克兰宣称情报显示俄罗斯要从多方向入侵乌克兰，于是在边境多个方向展开军演。鉴于当前俄白已开启一体化进程，乌克兰则已彻底倒向美国，乌白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开始趋于紧张。说到底，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走向两条相反的道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竭力亲近西欧国家，面对着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有波兰等国家陆续加入了北约和欧盟，让曾经被苏联控制的乌克兰极为眼红，一直希望能够快速融入欧洲。而在苏联解体的没2年，白俄罗斯便高票赞同加入俄罗斯的集体安全公约，结成军事安全同盟，以对抗步步紧逼的北约阵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上台后，更是与俄罗斯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从96年的俄白共同体条约、俄白联盟条约、俄白联盟国家条约、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同一地区防控体系协定。可以说，在地区一体化的道路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走得比欧盟还要远。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冲突。当时苏联解体，波兰立马加入欧盟，俄罗斯并没有竭力阻止。而到了乌克兰这儿，俄罗斯却百般阻挠，到现在也没有摆脱俄罗斯。甚至有俄罗斯人放言，乌克兰并非不可以加入欧盟和北约，但前提北约答应俄罗斯。那为什么对于乌克兰，俄罗斯如此不愿撒手呢？主要还是地理因素。从波兰的最东边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约有1000公里，相对较远。即使美国要在波兰驻兵，中间还隔着亲近俄罗斯的白俄罗斯，可以作为战略屏障，所以对波兰并没有极力阻拦。但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就相当于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之于美国，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别国占领的。但对于俄罗斯不断插手乌克兰，许多国家都存在异议，认为都是独立的国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自古国家，美国凭什么要管呢？说到底，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谁让一开始都是邻居又都是兄弟呢？只能说乌克兰睡在俄罗斯旁边是他的不幸。第二件事儿，美媒披露俄罗斯要在多战线进攻乌克兰，将动员100个营级战斗群，达17.5万兵力。自近日乌克兰自曝俄军将密谋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之后，整个东欧的局势骤然趋紧，北约军队开始大量前置，俄罗斯军队一开始异动，双方不停给对方画出底线。华盛顿时报4号则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及美官员消息称，俄罗斯计划最快在明年初将向乌克兰发起多战线进攻行动，预计将派遣17.5万名士兵及重型武器，目的在于以军事手段迫使乌克兰方面屈服，进而向俄罗斯保障不会加入北约。华时报称，卫星情报显示，在过去1个月来，俄罗斯在4个地点已经集结，并且已在上述4个地区部署了50个营级战斗群。坦克、装甲车、大炮亦在陆续向该地区运输而来。美媒援引情报人员的话称，俄罗斯预计将很快在整个乌俄边境地区集结100个营级战斗群，总兵力将达到17.5万的规模。虽然有情报人员分析，俄罗斯此举只是要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以威慑乌克兰和北约，但乌克兰的情报官员则强调，俄方此举是在演练入侵乌克兰，包括如何在边境建立打击小组，展开军事行动，进行后勤补给。可以说，俄白一体化让北约开始警惕。美国大量给乌克兰援助，并且展现出驻军意图，同时美欧还在白俄罗斯搞事情，这亦让俄罗斯感到危机将至。
于是双方开始以乌克兰为博弈场，展开军事互相威慑。倒是夹在双方之间的乌克兰，当前成为了不确定因素，因为一旦其向乌克兰东部边境进攻，或是在边境挑衅白俄罗斯或俄罗斯，很可能这些举动会将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卷入战火。第三件事儿，据路透社消息报道，在当地时间4号晚间20时15分左右，距伊朗纳坦兹核设施20公里的巴德鲁德地区上空传出剧烈爆炸的声音。纳坦兹核设施是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控之下的几处伊朗核设施之一，是神秘而又著名的核禁区。核设施布局复杂隐秘，如同迷宫一般，不同部门的人在不同地区办公，没有特殊的示意图，就连内部人员也会迷路。而爆炸距离纳坦兹核设施仅20公里远，并且还是在上空，不免让人猜测，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传来的剧烈爆炸声后，伊朗纳坦兹地区行政负责人拉马赞阿里费尔多西防空司令部立即出面澄清，爆炸原因尚不清楚，目前没有得到可靠消息。但军方和警方人员正在调查爆炸声音的来源和发生爆炸的原因。但随后，伊朗官方媒体又立即发文，第一句话便是爆炸声与纳坦兹核设施无关，并说明剧烈的声响来自伊朗军方防空系统发射的一枚导弹，目的是测试对可能发生的袭击的快速反应。军方发言人也称，只是一次封闭式的演习，大可不必担心。值得注意的是，去年7.2伊朗纳坦兹核设施事故发生后，伊朗政府也是强调对于爆炸原因还在调查，爆炸没有发生任何损失及人员伤亡，但并没有对事故进行详细的解释。之后便有媒体披露，这是一场核恐怖主义专门针对伊朗核设施的破坏行动。事故原因是安装在工厂内的一个爆炸装置，只是当时爆炸的厂房没有启用，所以并没有任何核泄漏的风险，但也让伊朗的铀浓缩进程受到了影响。同时，这次的纳坦兹核设施爆炸事件也让当时的伊核谈判复杂化，给谈判前景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称，这是敌对国家故意发起的恶意行动，指责以色列应该为此次事故负责。当时多方声音都猜测以色列是此次事故的幕后黑手。在这次事故发生的2日前，美国与伊朗在维也纳进行了核谈判。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了，此次谈判第一步只是回到2015年核协议谈判时的状态，美国对伊朗实施更多限制才是此次谈判的主要目的，意味着这一轮核谈判已经破裂，双方将在下周一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也是基于此背景，此间伊朗最重要的核设施附近发生爆炸，不禁让外界都颇为关注。